金凡，你这风筝真管用。不是说很急才能找我吗？急啊，当然急，不急怎么会找你呢？要不是你，我都来不了后山。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是我带你来的。知道了。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记住，你的右边是祠堂，左边才是公子羽失恋的地方。你可千万不要走错了，打扰祖宗清静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记重要之人，诛无双之刃。当初绝公子失恋之时，是谁治的失恋？他的手下，金馥吗？另有其人。你中毒了，谁伤了你？武清夫人，我已服下百草萃，可是毒还没有完全解除。我去找他。岳长老，他不在房里，我已经找过了。下人说，他拿着一堆明制蜡烛出门了。那我试试。如果我解不了，那就只能去求另外一个人了。子羽和金凡今天已经进了花宫。右边是祠堂，左边是公子羽失恋的地方。左边，慢点，慢点，是的。金凡，时任大人，准备好了，就随时开始吧。大家还在前山等您。这刀，我是不会出的。不，你必须出。这是你的使命。我也有我的使命。这是你的命。你清醒一点。什么？为了公子逐出无双之刃，我愿意牺牲。可我不愿意。你必须愿意。只有铸成这把刀，你才能当上宫门之人。那你告诉我，祖宗定下这荒唐的试炼，到底是为了试炼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但祖宗立下这样的规矩，必然有他们的深意。或许，他们认为，只有为了达成目标，对己对人足够残酷、足够坚定之人，才能够当好宫门的领导者。我并不认同。
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当上执刃，带领整个宫门走不一样的路。怎么了？被鬼追了？怎么了？无忌夫人死了，救她！快救她！无忌夫人还活着。无忌夫人，无忌夫人！浩公子，祠堂里搜到一个人。 杀主，看，知恩大人，怎么了？直任你们也敢拦？与公子请见谅，长老吩咐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放肆！雨公子也是你们叫的，不称呼直任，当受重罚。
哥。没事吧，哥？我儿在华宫祠堂的暗房内发现了幻羽，他一直被人囚禁其中。幻羽被发现时浑身是伤，饥饿虚弱，刚刚才醒。而且，囚禁他的人将他全身的武功都废了。哥，究竟是谁对你下如此毒手？是无名。无名？怎么又是无名？到底谁是无名？是无极夫人。少主亲口指认，断不会有错。别再叫我少主了，弟弟已经是执刃了。子羽，你来之前，幻羽已经告诉我们全部的来龙去脉。雾姬和那个假扮正二小姐的无锋间谍，里应外合，杀害了前执刃，囚禁幻羽。我们当时看到幻羽的尸体，都是雾姬的障眼之法。他废了我的武功，然后把我囚禁起来。之后每隔一段时间，就假借为父亲上香来到祠堂。每次来，留下点吃食便离开。可姨娘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啊，为什么乌鸡没有杀你，要费这么番事囚禁你？他想要的，自然是华宫的那件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那他为何杀害岳长老？他无法从我这里逼出答案，就威胁我。如我不说，他就将宫门之人一一杀尽。我自是知道其中的厉害，所以我没有松口。是我害死了岳长老。少主，无需太过自责。无锋一向狠毒，只不过，如果雾姬是无名，那袭击他的人又会是谁呢？他被人袭击了。无论如何，无名被除，对宫门总是好事。但到底是何人所为，着实让人解怀。会不会是有人早已怀疑雾姬的身份，但迟迟找不到证据，决定先斩后奏，以绝后患？我重伤卧床，自身难保，薛长老不用看我。刺杀雾姬之人，事后却迟迟不敢站出来，只能是另一个无锋。宫门内怎么会有这么多无锋？是的，另一个潜入宫门的无锋细作，他们或许某件事情没有谈妥，起了内讧，又或许雾姬的存在对他有了威胁，所以杀人灭口。那为什么不直接问姨娘，到底是谁对他下的毒手？姨娘呢？她人还好吗？雾姬夫人身负重伤，凶手捏碎了她的喉咙，伤到了气管。虽然救了回来，但也只是吊着一口气。
禀报知人，长老，公子，乌鸡夫人性命垂危，但依然挣扎着写下了这些字儿。小人不敢擅自主张，特来禀报。这么多人子，看来他临终前还是想着老执人对他的好。我想他内心应该充满了愧疚吧。 他可说出杀害他的人是谁？有，但是我不确定说的什么意思。什么意思？他一直在重复着一个字。虚。到底是什么？云，这是云。 可宫门之内没有姓云之人。姨娘，子玉来看你了。小时候，每当我生病的时候， 你都昼夜不分的照顾我。我跟我父亲吵架了，你就两边都横着。每当我生产，你还给我做长寿面吃。到了冬天，你知道我怕冷，你还给我做冰糖葫芦。 因为你在我身边，所以我才这么安心。姨娘，在我心里，我早就把你当做我母亲了。可是我现在，我才发现我根本没有看清你。 宫少爵总是跟我说你是无名，但我从来没有信过。但是现在连我哥哥幻羽他都说你是无名，我没办法不信。
人非草木，你对我的好，我都藏在心里。但你杀害我父亲，伤害我兄长，他们都是我的至亲之人，我不能原谅你，姨娘。岳长老带队搜了后山，从老执刃的牌位后，搜出了杀害前岳长老的凶器。他们是奉长老之命来处死夫人的。说实话，确实很久没有吃过姨娘做的糖葫芦了。姨娘给你准备好，等你回来就能吃的。这次多亏姨娘这么维护我，子玉感激不尽。虽然你不是我亲生骨肉，但我早就视你为己出。你在梦里看见的记忆，薄如蝉翼，分指断发，但求一把，了却心愿。那人因我所铸之剑而死，我已发誓不再铸剑。先回吧。都是运气，每次离别都是叹息。收到消息，宫宏宇出现在江南一带，这次由你带队。
你在梦里留下的痕迹。我可以不杀你，但是你必须忘掉今日所见。我用回忆缝补了冬衣，每一针。这位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一眼瞬间忘却天地。谢谢你，我要怎么感谢你？如果小姐不嫌弃我的年纪比你大的话，可不可以以后让我跟着小姐有个归宿？小姐，找到你，抱紧你的心，不在乎他们的提醒，抱紧了风里。没事吧你？就让这风里来提笔，在心里刻下我和你，你的我的小天地。我派人查过你的身世，你的父亲林雄曾是天下第一铸剑师，吴峰想要收归己用，但是你的父亲不答应。于是，吴峰恼羞成怒，就把你的父亲绑走囚禁，运用你的性命威胁他们替吴峰铸剑。你在梦里留下的痕迹，像谜语，没谜底。我在暮色黄绿的风里。你以为你自己是被父亲和弟弟抛弃？你们真的不要我了？但是你并不知道，真正的罪魁祸首正是吴峰，是吴峰绑走了他们。你是被吴峰蒙蔽的，并非恶人。你对兰儿和子宇的真心相待，我也看在眼里。我愿意给你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。我之前向吴峰传授了消息，透露了宫门下次选婚的时间，需要我想办法抛出他们的计划吗？你既然选择了宫门，便是我的家人，在这里，你无需承担任何重担，只要简简单单的生活便好。都快点啊！今晚是少主大婚的日子，动作都麻利点啊！撕开天地所有风雨，斩断了命运。平武，这是一把很大的剑，难道父亲和弟弟还活？姐姐不要哭，等我长大后，要做一把最厉害的剑，永远保护你。拥抱你，呼喊你的名，撕开天地所有风雨，斩断了命运。我们的故事有温柔，有叹息，却没有结局，就是一个云的雨。夜凉了，回房间休息吧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
今天偷跑去华宫，原只是怕你被嫌弃，没有想到撞破无极夫人。小时候，我每次去雨宫，夫人都会拿好多好吃的给我。她对我跟公子羽可好了。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？公子不要太难过了。对于无极夫人来说，她的死是惩罚，也是一种解脱。这无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无风的人又是怎样的人呢？无风叫人冷酷无情，断情断爱。西索最忌讳的就是动心，因为爱有软肋，就会有恐惧。无风不允许我们有恐惧。你活着就必须对无风有用，就算你死了也必须对无风有用。我们的心里只能有使命，不能有其他，连自己都没有。那会有痛苦吗？会，但也习惯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很羡慕宫门用刀，而无风用剑吗？为何？因为刀是单刃，护己斩敌；剑是双刃，伤人也伤己。你现在是宫门的人了，以后我教你用刀。你不能再留在宫门了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走。你心里会有恐惧吗？我知道你是想问，我心里有没有爱？当时试验草，我问过你喜不喜欢我，你回答我不喜欢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岳长老配制的试验草，这可不是假的。你吃一个，我再问你一遍。你又骗我，这分明就是普通的甘草汤。那你喜欢我吗？
山脉被风吹落成沙，河流带我回家回家。你干嘛抢我的糖？因为该轮到我了。现在我吃的是烟草，该你问我问题了。你都已经知道，我就是无风之人，你真的不会比起我，会一直坚定地选择我吗？我一定会坚定地选择你，无论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，我的选择只会是你。这可不是誓言草。我知道，但是这是誓言草，发誓的誓。所以我刚刚说的话，都是我的誓言。海枯石烂，绝不违背。你看，你的手已经热了。我以前就告诉过你，能捂热的，还记得吗？老人们都说，手心手心，手热的人，心也热。于公子面冷心热，我能感觉到，和我正好相反，我反倒是有些羡慕于公子。能捂热的。元直弟弟，这么着急，是要去哪儿啊？出云重莲开了，我给我们重新培育了3朵，我哥哥1朵，我自己留1朵。那还有1朵呢？上官姑娘太见外了，你搬来绝宫这么久，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，所以这第3朵，当然是送给岳公子做研究了。怎么，你也想要啊？这出云重莲确实珍贵至极，确实很有吸引力，但我还是劝你不要打他的主意。如果你对他有什么不轨的想法，惹怒了哥哥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我不需要什么神仙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哥哥都舍不得让我死的，行不行？天还没亮呢，你要不要再睡会儿，继续做梦？要读一读吗？你去万花楼找公子羽，他喜欢读。对了，谢谢你。谢我？你送哥哥的那床玉玺墨竹交错编织的床席，真是温润养人，怪不得
这些天，菊公子都说我气色好了不少。什么味道？哦，茶的味道。姐姐，我来看看你。看我，看我死没死啊？姐姐说笑了。现在谁不知道，整个后山雪月花3大家族都在为你撑腰。我本来以为这次你的身份必定暴露无遗。没想到，公子羽竟然如此护你。姐姐好手段。你偷偷摸摸过来，应该不只是为了夸我几句吧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出宫门的办法。你现在已经被软禁在整个雨宫，严格监视。你和我。总要有个人把消息传出去吧。毕竟，半月之期就要到了。对了，我突然想到半月之影，我在想，要不要把这个秘密昭告天下，让乌峰再也无法让你们为之卖命。半月之影，只是吴峰威胁江湖的手段之一。吴峰真正的筹码是秘密。秘密。吴峰拥有各个门派的秘密，并以此作为要挟。那就先按兵不动，等时机成熟，再一网打尽。那上官浅呢？要不要告诉他？上官浅心思太深，令人捉摸不透。再等等吧。这是出宫门的暗道，以及上面标记着如何关闭暗道内机关的位置。上次上元节，公子羽带你下山的时候记下的吧？谢谢姐姐，我一定帮你把解药带回来。阿云呢？这几日怎么都见不到他？大小姐近日一直来雨宫找他，他们最近都在一起。这公子上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我管管他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有件事情我想不明白。说。无名已经死了，幻羽少主、前少主也已经成功从后山救出，也算暂时告一段落。但为何却没人追究我们炸毁地牢、解救云为山的事情呢？如果说长老们是因为自家后人参与了这次行动，不便主张，那为何宫上爵也完全不提？像是这件事情没发生过一样。按照他以前的性格，一定会闹到天翻地覆。我感觉他必定又在打什么坏主意。我找到无名了，目击就是无名。要拿解药，这个信息不够吧？那宫上爵的弱点呢？
宫上觉的弱点不就是公元指吗？除了公元指，他的身体有个致命的弱点。宫上君每半个月就会有2个时辰内力全无。够拿解药了吗？未时之身时，还有无量流火的藏匿之地，在后山华宫的地堡。无量流火的所在是宫门最高机密，这你也可以探知。自是费了不少功夫，这次我可牺牲不少。等事成之后，我们再好好聊聊。感觉你快变成我的上级了。哥，你怎么了？无法，此前在暗房中待得太久，有些不适应强光了。我想到这儿有个存酒用的地窖，正好不见光线，适合我降养，所以我让他们抬我过来，把这收拾一下，准备搬过来。哎呀，怎么能住地窖呢？子越，你懂事有分寸，哥哥心里明白。况且你现在已经是执刃了。哥，这执刃的位子应该是哥哥才对。等哥哥身体好了，我就把执刃还给哥哥。你这又是说什么傻话呢？兄弟之间不分彼此，何来借，何来还？这执刃啊，谁当都一样，保护好宫门族人就行。而且我已经武功尽废，没有资格再当执刃了。云为山竟可以挑起宫门内斗，他自是本事不小，把公子羽迷得晕头转向的，宫门上下都拿他没办法。虽然现在被长老们要求软禁在愚宫之中，但是没人敢同他分毫。公子羽若真坐上执刃之位，那宫门离覆灭也就不远了。不如我们帮他一把，让宫门毁得更快一些。怎么帮？趁宫门内乱，召集精锐，在宫上决最虚弱那天，攻入宫门，一网打尽。就算宫上决没了内力，要打进宫门，也非易事。你这酒吧，还是当年你为了救我才留下的。公子羽，完了完了！长老发现我偷偷去后山，要把我给地窖里的魔药。怎么还是这么莽撞？哥现在回来了，以后记得敲门。哼，对，敲门，敲门。
看，还是老样子。公子在想心事，我与公子心意相通，倒是可以猜猜，公子在想些什么。你猜猜看。公子一旦通过3役试炼，就会稳坐执刃之位。公子有些担忧，是吗？他这么快走到这一步，的确让我意外。但恐怕他离稳还差一步。哪一步？这个纸鸢一直想拿给你。从此做鸿雁高飞，从此做鸿雁高飞，命格无双，命格无双，岁月无恙，岁月无恙。公焕宇，不负不负无名，天下失君，乱世风华，乱世风华。无情。这是雾姬夫人在公子试炼的时候给你写的，她还给你做了冰糖葫芦呢。那你给我写的在哪里啊？我没写，但我给你准备了其他的东西。白玉不动，风送西东。行云无定，相逢相送。公子喜欢吗？原来这些日子不见你，你和公子尚在搞这个。我刚刚铸好了刀，正好缺了刀柄。你这么细心，我自然喜欢。只是不太喜欢最后一句。好不容易相逢，就不要想送了，这辈子都不送了。你给我准备了惊喜，我都已经喜了，你为何郁闷不乐呢？你必须走。在此之前，
你不要让知人大人知道，否则他是不会放你走的。公子的佩刀一直随身携带，有了这个刀柄，将来就好像我也会随时陪在公子身边一样。我也要送你一把刀，只不过得等我成功通过第3域试炼才成。一定会的。只要我还能握起这把刀，我就会永远守护你。无论何种境遇，你都要坚持下去。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事了。若是连这最后一步，与公子都达成了，公子该如何？那我自会承认的，还要为他举行正式的执刃继位仪式。是吗？公子真心如此？你不是和我心意相通吗？你认为呢？那我可得跟公子的心好好聊一聊。如何聊？公子的心告诉我，你一心以宫门为重，所以宫门职任上的位置是谁都可以。但重要的是，职任得扛起宫门的重任。你处处针对公子羽，是因为他明知身边有无风系族，却处处包庇他，欺上瞒下，把宫门的安危置于身后。但是你苦无证据，我定当竭尽所能，达成公子心愿。这是何物？这是云微山作为无风系佐的铁证。他暗中画下了宫门中所有密道岗哨以及后山雪月花宫的具体位置。做得很好。只是我也好奇，这样的关键之物，你是如何得到的？我在他房间发现的。天气凉了，我借件衣服，却发现，在衣服的口袋里缝了一个暗袋。这图上所画和宫门布局完全吻合，但如何证明是云微山所画呢？
上官浅竟然能找到宫上诀的弱点，妹就是妹，厉害多了。云为山不仅一无所获，还暴露了身份，目前被软禁在雨宫之中，连消息都送不出来，还要靠我的妹来拿解药。你的妹之前不一样出不来吗？得意什么？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云为山不是故意暴露，另有打算？宫门新执刃已经对他死心塌地，撕裂宫家早晚的事儿。你对云为山的判断越来越不理智，我劝你不要玩火。月光默默照南山，心上人与我相望却隔岸。云不语，风不言，镜自己是心上一点，心有空放，但晶莹装不满。世间难得心安之所。岁月奈何，白发蹉跎。听牧童低声诉说，你不能再留在宫门了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走，不会让他为难的。艾云。人间心事难两全。我答应吴峰来到宫门，就是为了获得自由。我不想再害人。要看远山隐约轮廓，有人提灯山林穿梭，寻一朵脆弱樱花，记一颗红豆难过，等岁月温热心中不舍。人间心事难两全。明月长却不长远。你在梦里看见的记忆，闪着光，淋着雨。我把岁月布置成棋局，等着你。每次相逢都是运气，每次离别都是叹息。缘分在等到风落笔。你在梦里留下的痕迹，像谜语，没谜底。我用回忆缝补的冬衣，
每一帧都是你。一眼瞬间忘却天地，执子之手，弹字不移。落字不悔，红尘不弃。我跨越山水奔向你，找到你，抱紧你的心，不在乎他们的提醒。我抱进了风里，这无关输赢的赌局，黑白棋落下的痕迹。选出一片小天地，我用尽全力奔向你，拥抱你，呼喊你的名，撕开天地所有风雨，斩断了命运。我们的故事有温柔，有叹息，却没有结局，掌心一朵云和